深夜，寝室楼微信群有人问宿管阿姨怎么还没来查寝。阿姨平时为人特别负责，每晚熄灯前雷打不动的查寝，到点就锁门。大家正讨论间，203忽然发消息，阿姨死了。我嘎的，看到这条消息，我赶紧回复@203，这个玩笑不合适吧？虽然宿管阿姨严厉了点，可这么咒别人，我觉得挺不好的。我发完，其他女生也跟着纷纷吐槽。502@203，大半夜的别吓人，我胆子小。501，就是啊，我回来的时候还看到他了。303，有病。我们这栋楼住的都是大4临近毕业的学生，虽然有5层，但实际上只有几间宿舍住了人。我找的实习单位离学校很近，便一直住校。在大家的一片指责后，我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：203，大半夜的你怎么开这种玩笑啊？是不是心情不好？难道是失恋了，或者毕业论文不顺利？我对203有点印象，她很漂亮，好像是艺术系的。我正想着，便见她又发了条消息：203，没开玩笑，真嘎了。说完，他在群里发了张照片，只见阿姨正坐在她的单人床上，她身上穿着的睡衣全是大片的血迹。最可怕的是宿管阿姨的脸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直勾勾地瞧着拍照的人。看完照片，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。203，她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嘎人呢？受到惊吓的不止我一个，一瞬间所有人都没再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203又在群里发了条消息：嘻嘻，刚看完鬼片有点害怕，忍不住跟大家开个玩笑，吓唬一下你们，别介意呀。说完，他接着发了张照片出来，点开一看，是一部最近很火的恐怖片截图。我感觉有些无语，这种玩笑可不怎么好笑，尤其是现在都11点多了。不过没事就好。可是那张照片怎么解释呢？想了想，我在群里问了出来，刚刚你发的照片怎么回事？阿姨平时挺严肃，我不信她会配合203摆拍这种照片，就为了跟我们开个玩笑。你忘了去年万圣节吗？当时整个学校搞活动，宿管阿姨为了参与优秀宿舍楼评选也参加了，我是那时候拍的。她这么一说，我想起来了，去年万圣节的时候，在学生会的组织下，学校搞了一场很大的活动。那天我本来也想参加的，但刚好遇上闺蜜生日就出去了，便错过了。我松了口气，其他人也在群里表达自己的不满。502，你吓死我了，下次别开这种玩笑了。501，有毛病吧？自己害怕就来吓我们，有没有公德心？见没事后，我又接着开始玩游戏。刚打完一局王者荣耀，忽然有人私聊我，是一直没说话的201，小将，我怀疑真的出事了。去年万圣节我跟宿管阿姨自拍过，我刚刚翻了照片，她那天穿的不是这身衣服。打开她发来的照片，我只觉眼前一黑。她说的没错，去年宿管阿姨穿的不是那套蓝色睡衣，而是白色的。照片里她身上和脸上虽然也是血迹斑斑，可是从她的血迹和妆容来看，能看出是化的妆。而刚刚203发的照片里，阿姨身上却很像真的血。我的心一下子又悬到了半空，我急忙去翻203刚刚发群里的照片，准备再仔细对比一下。只可惜在群里人骂完之后，他就火速撤回了。201，怎么办？要报警吗？可是没有证据，如果报警，警察来了之后发现虚惊一场，以后同学间见面难免尴尬。可不报警的话，万一是真的呢？要是宿管阿姨真的被203杀了，现在大半夜的，宿舍门也锁了，那我们其他人会不会是他下一个目标？思来想去，我忽然想到一件事，忙问201，你们系的辅导员是不是就住1楼？听说上个月因为教师宿舍满了，我们这栋暂时住进了一个新闻系的男辅导员，学校为了不影响我们，男辅导员被安排在1楼，也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搬走。我一提醒，201也想起来了，我有他微信，我问问，他就住1楼，我让他去看一下。201说完，我忙补了一句，先等一会儿，万一203也在1楼呢？如果203一直在1楼没走，那辅导员现在过去也很危险。我跟201一起煎熬的等了一会，直到10分钟后，201再次发消息过来，203他应该在房间，我听到他房间里有短视频的声音，还有他们房门有点问题，平时开门声比较大，要是他刚刚去1楼，我应该听得见开门的声音。既然人在，说不定是我俩想多了，更何况谁嘎了人还说出来，又不是疯子。过了一会儿，201发了张照片过来，我一下子认出来这是阿姨的宿舍，她正躺在床上，盖着被子，头上还有块湿毛巾，脸上也没看到血迹。辅导员刚刚看过了，说阿姨没事，她发烧了，所以今天没上来。阿姨让辅导员等下帮她查个寝。原来是这样。201说完，又在大群里发了一遍，阿姨生病了，让我们系的辅导员帮忙查寝，她等下会上来，大家都回自己宿舍吧。这下应该没问题了，我也放心了。洗漱完正准备接着玩游戏，忽然门外就传来了敲门声。同学你好，查寝，麻烦开下门。
好的，老师等一下。我正准备开门，忽然间又想起了一件事。学校规定，查寝要求必须男女老师共同一组，女生宿舍就由女老师进去检查卫生，男老师门口站着，反之亦然。有时候女老师有事，那么男老师就隔着门清点人数，一般不会进女生宿舍，我们也不需要开门。我记得楼下住的那个辅导员来学校好几年了，按理说他应该知道这个规矩的。想了想，我飞快地给201发了条消息：你们辅导员刚刚进你宿舍了吗？等了足足快1分钟，201都没回我。我正焦急着，敲门声又响了，咚咚咚，这次声音比刚才快了很多，似乎等在门口的人已经有些不耐烦。402的同学，你睡了吗？麻烦开下门。我飞快地给201发了条消息：你们辅导员刚刚进你宿舍了吗？等了足足快1分钟，201都没回我。我跟他之前对接工作的时候，他几乎消息都是秒回，就算上课也不例外。可现在怎么过去这么久了都没动静？我正焦急着，敲门声又响了，咚咚咚。402的同学，麻烦开下门。开还是不开？我的大脑飞快转动着，想了想，终于找到了一个蹩脚的理由。老师，我在卫生间，脚抽筋了，现在动不了。为了不让他拆穿，我特意把声音压得很低，让他以为就是从卫生间传来的。只听他说道：好的，那我先去楼上，等会儿再下来。等到脚步声走远，我一下子冲到了卫生间，然后把门反锁。接着我开始给201打语音，响了半天都没人接，我的心一沉，难道真的出事了？我正准备报警，忽然201回消息了，进来了。他也去了203，说没什么异常。我刚刚洗澡去了，没看手机。想了想，我还是决定跟他打个语音，这样才放心些。刚准备打，忽然间我被拉进了一个新的群。我一看，群里有303、我501和502。一进群，我就看到303发了一条消息：小心201。我的心一紧，忙问为什么。303回我下去拿外卖的时候，看到他跟一个男人一起进来了。男人303接着发，我记得她有个男朋友，是校外的混混。我怀疑刚刚查寝的不是辅导员，是她男朋友。不是吧？我忍不住倒抽一口冷气，这也太匪夷所思了。想了想，我问他：你确定吗？刚刚辅导员进你宿舍没？没有。我不敢开门，看来他跟我一样察觉出了不对劲。我俩说话的功夫，我发现501和502一直没动静，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干嘛。于是我忍不住提醒501、502，小心查寝的辅导员，不要给他开门。我话落，忽的楼上传来一阵惨叫声，不知是谁发出的，凄厉又急促。我的心一下子飞快跳动。501、502，你们还好吗？出什么事了？303，怎么了？402，你为什么这么问？看来他没有听到惨叫声。我正要接着说，501回话了，没事，我在看恐怖片。502跟我一起呢。502，对，我俩在一块儿。刚刚没看手机，辅导员已经查完寝下去了。502说完，在群里发了张照片。他拍的是501，只见501坐在凳子上，脸朝着笔记本方向。不对，怎么又是恐怖片？好端端的，今晚怎么个个都在看恐怖片？我正想着，303已经私聊我了，你刚刚怎么这么问？我忙回，我怀疑他们出事了，刚刚我听到了惨叫声。303，你赶紧来我这里，我们宿舍有2道锁，很安全。假如501和502真出事了，不管外头的辅导员是真是假，我现在都非常危险。这么看来，他宿舍是比我这里要安全点。我正焦虑间，303又继续催我，快点，我刚刚已经报警了，你来我这里，我们一起等警察来。我咬咬牙，拿起手机和充电器，便准备夺门而出。再不走，说不定就轮到我了。忽的手机又来了新的消息，是201发来的，不要相信303，他宿舍藏了个男人。不等我说话，201又发来了新的消息，303的男朋友是个混混，他现在就在303宿舍，你千万别过去。说完，他给我发了一张照片，照片中的主角的确就是303，在他旁边有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男人正低着头。201又发了条消息，我没骗你，你看照片右上角的时间，赫然就是今天。我再联想到刚刚的那个男人，要是这样的话，303很可能就是他的帮凶，那他让我去他宿舍，就是为了骗我出去。我抿了抿唇，那么你呢？你还是201吗？这句话发完，那边没有回复，而我再也不敢犹豫，马上报了警。我在东南科技大学老校区4号宿舍楼，现在外面有一个杀人狂，可能是2个，求求你们快点过来。报完警后，我稍稍冷静下来，我忙把宿舍里的桌子推到了门口，将门堵住。过了一会儿，外头又传来脚步声，紧接着又有人敲门了，咚咚咚。同学，5楼查完了，麻烦你开下门吧。一想到501和502可能都被他嘎了，我吓得牙齿都在打颤。我战战兢兢地回：老师不用开门了吧？我们宿舍就我一个人，你也听到我的声音了，我现在很安全。我说完，门外的男人笑了一下，那笑声很轻，带着明晃晃的嘲讽。怎么不用？501和502也说不用查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我吓得头皮发麻，只能干巴巴地顺着他的话问：怎么了？没办法，既然他们不听话，不肯开门，
我只好亲自开门进去了。话刚落，房门就是一声巨响，似乎是有什么东西在用力砸门。我壮着胆子，小心翼翼地透过猫眼去看外头的男人。他穿着一身全黑的衣服，戴着帽子和眼镜。只见他正低着头，手里拿着一把斧头，用力地砸门，而那把斧头上还带有鲜血。我下意识地按住房门，对着门外喊道：“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叔叔很快就要来了。”虽然嘴上这么说，可是我的身体在不停地打颤。忽然一阵手机铃声打断了男人砸门的声音停止，他接听了语音。他滑动语音的那一刻，我看清了，是203打来的。什么？好吧，那我现在就下去。说完，男人就匆匆离开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正琢磨着，不一会门外再次传来脚步声，我的房门也被再次敲响。我从猫眼一看，正是303和他的混混男友。402，救命！快开门，求求你了！怎么办？救还是不救？这是201再次给我发来了消息，不要开门，千万别给他们开门，外面危险。我正看着手机，只听门外303的男友发出了惊恐的声音：“你别过来，求求你，放过我吧！”接着传来一声惨叫。当我再次看向猫眼，发现303的男友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。嘎人的正是刚才那个拿着斧头的男人，而他身后跟着的人正是203。随后他又举起手中的斧头，瞄准了303。一个无差别杀人的疯子进了宿舍楼，千万不要开门。晚上11点，导员突然在微信群里艾特全员，所有人立刻回寝室，锁好宿舍门。楼道电路起火，工作人员正在检修。我不明白检修电路为什么要锁门，而且宿舍明明有电。2分钟后，住同宿舍楼的闺蜜私信我，有一个无差别杀人的疯子进了宿舍楼，千万不要开门。我以为闺蜜在开玩笑，上铺的萍姐紧接着说道：“快去锁门！我男朋友说有一个杀人犯进了宿舍楼。”我慌了，萍姐是宿舍老大，她男朋友比我们小一届，萍姐从不开玩笑，真的有杀人犯。我连忙跑到门前，正准备上锁，停顿了一下。可是苏月还没回来，是不是等他回来再锁门？我们宿舍一共4个人，老大萍姐，老二回家了，老三是我，老四苏月刚去楼道取衣服了。我还在犹豫，萍姐当机立断：“先锁门，等苏月回来我们再开。”同时，萍姐在宿舍群里艾特了苏月：“苏月你在哪？衣服别取了，快回来，外面危险。”苏月：“没事，衣服取好了。”我在楼道拐角看到有2个男的，身上背着袋子，拿着扳手，应该是导员说的维修工吧。杀人犯的消息我也听说了，我有点害怕，还好他们没看到我。我准备绕路从另一边的楼梯回来。等一下，我好像看到他们的脸了。他们……苏月消息打了一半戛然而止，紧接着我们听到了急促的脚步声，声音来源就是苏月所在的楼道拐角。苏月被发现了，我和萍姐互相看了一眼，2个人眼中都映出对方惊恐的样子。如果是维修工，没有理由去追苏月。我和萍姐都没在微信群里再说话，萍姐比我先冷静下来。我先私聊导员问问情况，导员没在群里说真相，应该是怕大家恐慌。煎熬地等了2分钟，萍姐说道：“导员让我们别担心，杀人犯的事情是谣言，真的是在维修电路。”我对这个答案半信半疑。紧接着宿舍群弹出了新消息：苏月，吓我一跳，刚才真的是维修师傅，他们追我是怕我走到有危险的区域，等我这就回来。看到苏月的回复，我终于长舒了一口气。很快楼道里传来了脚步声，让我心安的是，这一次的脚步声并不急促，咚咚咚，敲门的声音传来。因为刚才的惊吓，开门前我还是先看了一眼门禁，是苏月没错。正在我要开门的时候，一声惨叫突然传来，声音很大，应该是1、2楼传来的。我们宿舍在6楼也听得清楚。班级群的消息一下炸了，什么情况？不是电路维修吗？刚刚惨叫怎么回事？听说宿舍楼进了杀人犯，真的假的？声音应该是从1、2楼传来了。有没有附近的同学说说什么情况？我就在1层，可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我也不敢出门。不过除了惨叫，我好像还听到了刀子砍东西的声音。天哪，太恐怖了！我们报警吧。就在这时，群主开启了全员禁言，刚刚炸开的群消息戛然而止。导员发出了最新消息：同学们请不要慌张，传言是真的，确实有无差别杀人的疯子进了宿舍楼，因为担心大家恐慌危险，所以刚才说是电路维修。学校已经报警，各位同学一定锁好宿舍门，任何人敲门都不要开。警察赶到之前，保证自己的安全，一定不要开门。为了稳定大家情绪，班级群今晚禁言。正准备开门的我停顿住，咚咚咚，门外敲门声变得急促，我心中充满了疑问：电路没有坏，那苏月看到的维修工是谁？或者说门外的人？寝室群发消息的人根本就不是苏月。保险起见，我又看了眼门禁，
这次我才注意到，苏月穿的是自己的衣服没错，但不是她刚出门时穿的那件，光线暗淡，因为苏月低着头，看不清脸，可仔细观察下，能发现对方的肩膀与手臂是比苏月粗大的。再向下看，我发现对方似乎为了模仿苏月的身高，腿在弯曲着。这个人不是苏月。就在这时，对方抬起了头，只见对方戴着口罩，站直了身体有1.8米，直直盯着门禁，向我竖了一根中指，转身离开了。我现在脑子乱得不行，把我看到的情况和萍姐说了。萍姐深吸口气，冷静分析起来。我们没听到苏月的惨叫声，她应该是没有遇害。从对方穿着苏月的衣服和在群里发消息来看，苏月应该是背叛我们，和杀人犯一伙了。她刚刚想害我们。我虽然不愿相信，可萍姐分析的没错，别说杀人，就算是控制住挣扎的苏月，也不可能一点声音没有，最大的可能就是苏月妥协了。与此同时，我的手机又来了新私信，屏幕显示苏小月月，这是苏月的小号，只有我知道的小号。我知道苏月有2个手机，苏小月月，刚才我逃跑的时候，手机和衣服都掉了，现在甩掉他们了，你一定要小心萍姐，因为我刚刚看到那人的脸，是萍姐的男朋友。我已经和隔壁603的人联系了，一会去603，你找机会也过来，我给你开门。看着手机里的消息，我头皮都开始发麻。萍姐似乎看出我脸色不对，温柔一笑，别怕，我们只要锁好门，等待警察来就行，坏人终将受到惩罚。萍姐是宿舍老大，平日里都把我们当小妹妹看待，怎么会和疯子杀人魔一伙？我脸色渐渐变好，冲萍姐一笑，是的，坏人终将受到惩罚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感觉当萍姐听到我这句话的时候，脸色有些奇怪。而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又响了，导员又拉了一个新微信群，几乎全楼的人都在，少了几个人，应该是漏了吧。刚拉完人，导员就在群里艾特全员，我被他们控制住了。之前消息也是他们发的，之前用我身份发消息的目的就是告诉大家学校报警了，其实根本就没有人报警，我说话会被发现，同学们快报警。另外，本楼不在群里的人都有问题，千万小心。消息发完的几秒，群里异常安静，群里没有禁言，也没人说话，似乎都在消化这些信息。导员被那群疯子控制住了，貌似发了刚刚的消息。从那群疯子进宿舍楼到现在，根本就没人报警。这个宿舍楼里有人和那群杀人的疯子暗中勾结，我则第一时间点开群成员查看更多，搜了萍姐的微信名，发现群里竟然没有萍姐，我整个人愣在当场。结合导员和苏月的消息，我确定萍姐有问题。现在思考起来，之前门禁里看到的男人虽然戴了口罩，可身高、发型、气质、眼神都和萍姐的男朋友陈哲太像了。我拼命控制自己的表情，不让萍姐发现变化，可是我控制不住。就在这时，灯灭了，全楼的灯都灭了，宿舍楼断电了。紧接着，我看到手机没了网络，没了信号，黑暗带来了恐惧，却让我的心稍微镇定，这样萍姐就看不到我难看的脸色了。下一刻，我突然想到，这样就没法报警了。从导员刚刚拉群到断电、断网、断信号，中间不到1分钟，没人来得及报警，没人会来救我们。我们就像一群困在楼里待宰的羔羊，而近在咫尺就有一个拿着屠刀的猎人。萍姐平和温暖地说道：“一定是那群疯子干的，别怕，既然已经报了警，过不了多久我们就安全了。”说话间，萍姐拿出了一把水果刀，削着苹果皮，苹果皮削好，她切了一块，递给我，过来吃点东西压压惊。昏暗中，我看到了萍姐的笑容，带着温暖，温暖中又仿佛带着丝残忍。我走到萍姐面前，努力克制恐惧，吃了那块苹果。可能因为紧张，我完全吃不出味道。为了让萍姐放松警惕，我顺着对方说道：“谢谢萍姐，我们一定会渡过难关的。”说着，我坐到了自己的床上，在黑暗的掩护下，小幅度地摸索着能对抗萍姐的东西。萍姐突然笑道：“断电之前，你看着手机发呆了好一会，是不是有什么别的消息？手机给我看看，我帮你分析一下。”我心中突然一顿，导员的消息、苏月的消息，我都还没来得及删，萍姐的手已经伸了过来。我没有理由不给萍姐看，如果不给，就会被对方发现我知晓了一切。控制住手的颤抖，我拿着手机的手伸了过去，准备趁着对方接手机的时候跑出宿舍。就在萍姐即将触碰到手机的时候，一个女生的惨叫突然传来，声音中带着惊恐和绝望。而这一次，惨叫的声音无比清晰，就在我们楼上。我和萍姐的身子都顿了一下，我顺势收回手机，抱住了萍姐。萍姐，我害怕。我的身躯微微颤抖着，我所有的害怕完全可以甩锅给楼上的受害者。对我的行为，萍姐似乎也放下了戒备，没有再提看手机的要求。萍姐拍着我的后背：“别怕，有我在，就算是有坏人来了，我也会冲上去保护你。”
他的话很温柔，从始至终都没有一点问题，甚至如果没有导员的消息，我根本不会怀疑萍姐。就在我稍稍放心，等萍姐放下戒备伺机逃走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宿舍的窗子没上锁，我们宿舍楼窗户没有护栏。以男生的身体素质来说，从楼上翻到楼下并不难，而现在凶手就在楼上，我离宿舍门有一段距离，而且正在和萍姐拥抱着，楼上的凶手马上就要过来了。我近乎绝望，现在别无选择，我准备先控制住萍姐握着水果刀的手，先下手为强。就在这时，走廊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噔噔噔，紧接着就是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有人在焦急地敲着603的门。开门的声音传来，有人进了603，603就在我们隔壁的隔壁。进门后没听到什么打斗的声音，应该不是坏人。结合之前苏月发的消息，我断定这个人就是苏月。我去看看。萍姐似乎想要阻止我，可因为我刚刚的表现没有异常，她没有强制控制我的打算，还不忘提醒我一声小心点。我装模作样的在门边看了眼门禁，外面很安静，空无一人。接着我转过头看向萍姐，外面没人，我们这里暂时还安全。我正说着话，就看见一道人影从楼上爬到我们窗户，他的动作很轻，没有发出一点声音，因为他背对着月光，所以看不清他的样貌，隐约间能看到他1.8米上下，嘴里叼着一把刀子，双脚踩在我们宿舍窗户的时候，这人单手对我竖起了一根中指。我背靠着宿舍门，面朝宿舍窗户，而萍姐面对着我，她还没有发现身后来人。下一刻，我突然从衣兜里拿出一个巴掌大的手电筒，黑夜里，手电筒突然绽放出强光，强光照到萍姐和那个黑影男脸上，让两人眼睛一阵刺痛。抓住这个空隙，我连忙打开宿舍门逃走。你死定了！黑影男一声怒骂，随手扔过来一个物品砸在我头上，还好东西不重，没影响我逃走。我拼命跑到603，然后开始拍门，咚咚咚，我听到了身后急促的脚步声，听到了男人和萍姐怒骂的声音。如果603不开门，我就死定了。咔嚓，门开了，苏月把我拉进了宿舍，并以最快的速度关上了门。算上我，宿舍里现在有6个女孩，原本的宿舍4人，加上我和苏月。苏月抱着我不断安慰，想不到萍姐和陈哲是这样的人。调整好情绪，我把刚刚的经过讲给几人听，并回忆着黑影男的样子，确定是陈哲没错。苏月说道，之前萍姐有说过，她在高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跟小混混们走得很近，也许她性格一直这样。另一个女生跟着说道，我和陈哲高中一个市的，他很出名，是个学霸，高考前的全市联考考了700多分，所有人都默认的清北人选，可高考的时候发挥严重失误，只考了400多分，才来了咱们学校，可能受了刺激吧。我一听心里更慌了，这还是个高智商罪犯。就在这时，苏月看到我手上拿了一个小球，问道，你手上这是什么？逃命还不忘带着。我这才发现手里拿着一个塑料材质的圆球，回忆了一下，刚才陈哲从窗户进来的时候，看我要逃，随手扔过来砸我的，幸亏这东西不重。这时宿舍门被敲响了，敲得很急促，大家刚刚缓解的情绪立刻又悬了起来。门外竟然传来了萍姐的声音，酱汁快开门，我男朋友陈哲要杀我，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，刚刚你把我丢下不管，我不怪你，快开门，再不开门，我要死在这了。我心头一沉，从目前的线索来看，萍姐99%是坏人。抬起头，我也看到了宿舍里其他人都警惕地看着我，生怕我开门。我对大家一笑，你们救了我，我不会害了大家的。萍姐还在急促地敲门，还在央求我们信任她。突然，我手里的塑料小球发出了声响，从里面传出了男人的声音，海平想杀你们，千万不要给他开门。直到这时候，我们才开始观察这个小球，竟然是个小型对讲机。更重要的是，对讲机的声音是陈哲，陈哲是萍姐的男朋友，至少我和苏月是见过他的。一时间，所有人都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。陈哲不是坏人吗？苏月面色凝重，紧跟着分析，陈哲知道了萍姐敲不开门，所以想要取得我们的信任。不过眼下统一的战略就是不给萍姐开门。外面的萍姐似乎敲累了，一声叹息，我不怪你们，毕竟杀人犯是我男朋友，我身份敏感，你们要保护好自己，我也会保护好自己的，不然我被坏人杀了，你们也会自责的。话落，敲门声停止了，随之而来是一阵跑动的脚步声。萍姐应该是走了，但我听到萍姐最后说的话，心中还是有些疼。忐忑当中，我又看了看门禁，楼道很黑暗。突然，宿舍门外一只眼睛贴在了门外的门镜上，我吓得尖叫一声，随即门外的人拉远距离，我刚好能看清，就是刚刚佯装离去的萍姐。不过现在的萍姐不再伪装，脸上露出奇怪的笑容，笑容映衬着走廊微弱的绿光，显得阴森可怕。酱汁你可真残忍啊，把我拒之门外，还有苏月也在里面吧，时间有的是，我们慢慢玩，
谁也逃不掉。你们知道我参与了这件事，所以必须死。我们宿舍里的6人互相看了看，明显比刚才要慌了。萍姐说的没错，我们知道了他的身份，他一定不会放过我们。苏月壮着胆子冲门外说道。萍姐，咱们宿舍的关系一直很好，你很温柔，很照顾我们，我们也真的把你当姐姐看。你为什么要针对我们？为什么要参与做这种事？我也紧跟着说道。是啊，萍姐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？我们是姐妹，我们可以帮你的。哈哈哈哈！门外突然传来一阵笑声，萍姐在放声大笑。萍姐用力踹了一脚宿舍门，知道踹不开，只是单纯的发泄。我这么做当然是觉得好玩呀，我喜欢欺负别人，喜欢看到别人害怕我的样子。高中的时候，我把一个人的头按进了厕所，还拍了他的照片，甚至还威胁他跳了楼。之后我洗清了身上的嫌疑，警察根本没证据抓我。我听到萍姐说的话后大吃一惊。萍姐，你说过，坏人终将受到惩罚。萍姐笑着说，你们都死了，就没人知道我是坏人了。况且今晚动手的是我男朋友，就算警察来了，我也只是个无辜的受害者。漫漫长夜，你就在恐惧中等着我吧。说完，萍姐又踹了一下门，接着门外安静了下来。萍姐似乎失去耐心离开了，而我们就像一群待宰的羔羊，相互对视着。与其等死，要不然我们出去跟他们拼了。好，苏月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就在我们拿上扫帚、拖把等武器，准备打开房门时，圆形对讲机又响了起来。陈哲的声音再次传来：不要出门，外面不止我们2人。果然，萍姐还有其他帮凶，推断应该是和她同一高中的那群混混。我冲着对讲机喊道：陈哲，如果你真的想救我们，就赶快报警。没想到陈哲并没有正面回答我。坏人终将受到惩罚。话落，就听到楼上传来一声惨叫，宿舍里的几人再次陷入了恐惧。还没回过神来，房门被人敲响。苏月看了一眼门禁，门外是隔壁班的一个女生，女生焦急地说着：救救我，快开门。是张雪。宿舍另一个女生说道：张雪，这个女生我认识，不是很熟，学习很好，是学生会的老大，应该不是坏人。我和苏月对视一眼，决定开门，因为我们做不到见死不救。可没想到，刚打开门，躲在一旁的萍姐就立刻顶住了房门。原来他们是一伙的。萍姐阴森森地说道：你们终于开门了，动手。听到命令的张雪立刻拿起一把刀子，缓缓向我们走来，而我们握紧手中的扫把，准备与其搏命。就在这时，陈哲来到了众人面前。萍姐问陈哲：其他人呢？都已经按你吩咐的解决掉了。陈哲紧接着又说道：这些人交给我吧。说着拿着棒球棍走了过来，可谁知下一秒，陈哲一棍子打在了张雪的后脑勺上，张雪应声倒地。接着陈哲又拿出刀子，将目光瞄准了萍姐。这一串连贯动作将我们吓了一跳，萍姐更是一脸懵逼。陈哲，你干嘛？陈哲则不慌不忙地解释道：海平，你是不是忘了陈丽丽，那个被你逼迫跳楼的女孩？她是我的妹妹。萍姐一听，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你策划好的，想方设法接近我，就是为了给你的妹妹报仇是吗？陈哲微微一笑：海平，坏人终将受到惩罚。说着便一刀刺入了萍姐的身体。而此时楼外也响起了警报声，随后陈哲意味深长地看向我们几人，仿佛在说：对不起，让我们受惊了。陈哲没有逃跑的打算，而是像我们一样等待着警察的到来，哪怕他知道自己将会面临永久的牢狱生活。事后我和苏月也从警察的口中得知，被绑架的辅导员等其他同学都只是受到了惊吓，并没有受到身体上的伤害，受害的都是当年霸凌陈哲妹妹的混混，这其中也包括我们宿舍的老二陈梦。他其实根本没有回老家，而是第一个被陈哲设计好除掉了。